美国的印太战略陷入困境，失去了对中国的军事优势，如何翻盘却又没有太多的招数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虽然俄乌冲突仍在继续，但是美国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印太方向，这在拜登政府高层已经形成了共识。然而，就算美国想全力对付中国的崛起，他也没有太多好的办法。中国与俄罗斯是完全不同的国家。美国的多位防务专家确认，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已经陷入了困境。主要原因是美军在该地区相比于解放军，其军力优势已经渐渐丧失。《纽约时报》发表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印太安全高级研究员阿什利·汤森德的文章。随着中国军队的实力、先进程度和信心的增长，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的军事威慑力量正在失去效力。美国企图重振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的计划一直受阻。这里面呢有预算不足的原因，也有优先事项相互竞争的原因，甚至美军内部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问题上还缺乏共识。汤森德就很直白地表示，在常年投资不足之后，改变美国地区战略地位所需要的行动和资源，只能以这种言论达到部分的匹配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美国内部基本上一直在打嘴炮，实际改善印太区域军备的投入非常少。被称为美国印太沙皇的坎贝尔就称，当谈到为该地区提供资金时，我确认这是一个有效的批评。因为印太战略不仅仅是一个倡议，而是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项目。现在的项目基本上都是空的，钱根本就不够用，而且呢，就算有点钱，也因为需要改善的项目太多，不知道优先改善哪方面。更严重的是，虽然美国政坛高层想聚焦亚洲，但是俄乌冲突已经导致2022年国防战略难产。这对印太地区进行明确的优先排序是不祥的预兆。美国先后为乌克兰提供了500亿美元的援助，甚至要将售卖给台湾地区的武器转移给乌克兰。虽然拜登政府不承认，俄乌冲突让美国已经下了太多的赌注，这必然会影响到其印太战略的实施。在今年5月，印太司令部提交的报告中估计，该地区2024年至2027年间需要约670亿美元的军事投资，以保持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优势。兰特公司的研究员郭红军表示，中国的快速军事化和扩张，在过去的7年里，这种情况变得更糟。美军从表面上看海军有优势，但是都基于航母编队的强大，而中国人为对付航母已经准备了几十年，在反舰导弹上有绝对的优势。在未来，这是美国无法回避的大问题，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它将变得无法威慑中国。美国还有办法扭转退势吗？并没有真正的有效办法。目前真正推进的是太平洋威慑倡议，也就是在该地区更广泛的部署兵力，改善后勤和防空措施等等，加强美国在夏威夷以西的军事存在。兰德公司的专家认为，美国及其印太盟友需要在战区内提前做好导弹弹药的库存储备，但是此举根本就无法改变对抗中国时的战略劣势。总体来看，美国的印太战略主要的目标就是想威慑中国，但是目前面临着没钱、没计划和没盟友支持的3无阶段。在美国军费不够用，又受俄乌冲突拖累的情况下，关注印太仍然停留在打嘴炮的层面。就算太平洋威慑倡议下多修几个第2岛链的机场，也无法改变对华战略的劣势。中国不会远隔万里去威慑别国，也根本不怕美国的威慑，因为中国现在是真的有实力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